他明明是个医疗兵，却举着把步枪，打算射击800米开外放在树桩上的一盒罐口。长官觉得这家伙指定是在吹牛，并承诺要是真能击中，不仅官升2级，还给他安排4个美女。谢苗一听，赶紧把手中装有倍镜的步枪还了回去，重新换了把没装任何倍镜的机瞄步枪，主动提高射击难度，打算亮瞎长官们的眼睛。这一举动可把远处摆关口的士兵吓得不轻，赶忙向外移了2步，生怕打出的子弹要了自己的小命。只听砰的一声，结果连个罐毛都没打中。长官扭头对谢苗瞅了瞅，就你这熊样还神枪手，回家种地吧你。可谢苗却淡定地解释，自己的目标压根就不是关口，而是1000米树林中一只奔跑的松鼠的左眼。见长官们还是不信，便亲自屁颠屁颠地跑进树林，没一会的功夫，果真拎个松鼠的尾巴跑了回来，并说晚上加个餐。长官接过松鼠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一个医疗兵的枪法竟会如此牛掰。当得知谢苗从小就以打猎为生，在当地更是被称为鹰眼猎手，长官们如同捡了个大宝贝，当即决定破格提拔谢苗为狙击队长，由他训练4名刚从狙击军校毕业的哇塞女兵。谁知4个女兵蛋子一个比一个傲慢，全都自认为枪法已经过硬，命中训练目标简直不要太轻松。本以为这种枪法会得到谢苗的夸赞，可谢苗却告诉上尉，没风没噪音的训练没有任何意义，真正的敌人又不会傻站着让你们打。上尉听后感觉好有道理，于是谢苗将3个铁罐挂在树杈上，然后将树枝放进一条流动的小溪，做成个移动的火把子。女兵蛋子觉得问题不大，照着铁罐就是一枪，见打了个寂寞，赶忙再给一枪。等4人依次把子弹全部打光，3个铁罐愣是一枪未中，但女兵们却满脸不服，你行你上，干嘛欺负我们小姑娘，臭不要脸。谢苗一听，二话不说，朝着越飘越远的目标举枪就射，但他射的并不是铁罐，而是又细又晃的树杈，一枪一个，弹无虚发。女兵们看后顿时被整得心服口服，兄弟们快把666打在评论区。可训练还没结束，前线突然传来紧急消息，由于德军的狙击手在战场大杀四方，导致苏军士兵死伤惨重。上级得知后，果断命谢苗带领女兵奔赴前线进行支援。可等几人来到前线，女兵们顿时傻眼，只见周围全是茂密的植被，要想找出敌人的藏身点十分困难。但谢苗丝毫不慌，先是让女兵们埋伏在战场两侧，随时做好射击的准备，而他自己则背个假人，悄摸爬到一处掩体的后面。完事后便朝空气胡乱开了一枪。隐藏的德军听到枪声，立马锁定了谢苗的方位。只见谢苗缓缓起身，故意露出假人佩戴的2级头盔。德军见状瞬间开枪，谢苗则应声倒地，立马伪装成中枪嗝屁的模样。这可把德军狙击手高兴坏了，得意洋洋地向同伴炫耀战绩。殊不知自己的举动已经暴露在女兵的枪口。另一名德军见势不妙，吓得赶忙撤离战场。为了能让德军的狙击手主动现身，谢苗让一名队友躲藏在坦克下面，只管等着看戏就行。而他和另一名队友则身穿吉利服，悄悄潜入了德军营地，朝着正在打水的德军连开数枪，杀了个精光。而枪声立马引起了躲藏在树上德军狙击手的注意。透过8倍镜的搜寻，还以为开枪的谢苗藏在坦克下面，果断将坦克锁定，而队友趴在坦克下面，还未料到危险即将来临。他无聊地摘下眼镜想擦试一番，不料镜片的反光刚好被德军狙击手逮个正着，只听 biu 的一声，眼镜被干了个稀碎。谢苗听声辨位，扑哧一枪，德军狙击手吧唧掉在了地上。见自己的狙击手接连嗝屁，生气的德军长官相当生气，他决定不装了，直接摊牌了。小手一挥，直接出动大量装甲部队，朝苏军的后方阵地发起正面进攻。苏军见苗头不对，赶忙进入战备状态。不料德军还有一名狙击手正潜伏在800米开外的大树上，朝着慌乱的苏军士兵进行逐一点射。其中一名女兵见队友接连倒地，二话不说便冲了出去，打算利用蛇形走位吸引德军狙击手开枪，从而让谢苗找出狙击手的隐藏方位，将其干掉。就在德军狙击手开枪的瞬间，谢苗迅速锁定目标，一枪要了狙击手的小命。但德军的装甲部队此时已经开到了眼前，苏军士兵只能拼死抵抗。女兵们专射德军的步兵，谢苗则专瞄坦克里的炮手。可由于德军的武器精良，人数众多，没一会的功夫就攻进了大门口，朝着苏军又是炮轰又是突突。本以为这下完犊子了，可德军坦克却在这时突然掉头，结果还是被炸得一动不动。仔细一瞅，原来是苏军的炮兵及时赶到，朝着德军就是一波噼里啪啦狂轰乱炸。这可把德军长官气得不轻，可话还没说完，炸得毛都不剩。最终这场战斗以苏军惨胜宣告结束，而4名女兵在谢苗的日后指导下，也都成为了枪法如神的狙击手。